俄罗斯的岳飞对俄军春季攻势的评价，其预测的结果令人深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这几天，俄乌冲突已经出现了升级的趋势，在中国网络上，对于俄军的进攻态势发生了激烈争吵。有很多人断定，俄罗斯军队经过半年多的蓄力，这一波进攻是钢铁洪流，有大规模轰炸，还有温压弹，一定能将乌克兰军队打残。还有很多人相信，俄罗斯军队在巴赫穆特已经消灭了好几个乌军的成建制单位，甚至巴赫穆特被攻占已经板上钉钉。那么现实的情况如何呢？一些公开的视频显示，俄军在多个方向发起的装甲攻势似乎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有可能遭受了严重损失。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视频都是假的。网友们都不在现场，很难做出客观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俄罗斯战神斯特列科夫关于俄军大规模进攻潜力的最新评价。这里先要介绍一下斯特列科夫，此人当过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前任国防部长，曾带领民兵飞夺克里米亚，在2014年打得乌克兰军队抱头鼠窜，又因为他组织的进攻行动遭到阻止，本人被普京召回。斯特列科夫多年不受重用，被中国网友戏称为俄罗斯的岳飞。就政治倾向而言，斯特列科夫是一位俄皇派，前几个月还亲自参加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对俄乌战局的判断是相对比较理性的。当然，他评论的角度往往是直指俄罗斯军队存在的问题。斯特列科夫最近写了一条新评论，内容是关于俄罗斯军队这一次春季攻势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主要的问题。其内容非常长，我们在这里直接分享一下他写的几句结论。他认为，目前俄罗斯军队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展现出对乌克兰军队的优势。这里所说的优势是确保俄军的大规模进攻能够获得成功。现在的结果是，俄军的进攻很快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大损失。由于先前俄罗斯的军事动员和其他的战前准备所积累的资源将出现枯竭，这场攻势不会出现让乌军彻底失败的结果。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俄乌战场的发展趋势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呢？首先，用情绪判断战场变化并不可取。很多人对于俄乌冲突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无非就是倾向于乌克兰或者是倾向于俄罗斯，大多是基于自己的感情判断，要么是俄罗斯军队必胜，要么是乌克兰军队必胜，不观察战场的实际情况，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喊口号不能改变任何事实。第二，不考虑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军队的战术水平及战场运用，就对作战结果做出判断也会不客观。比如俄罗斯军队能打得多好，取决于俄军的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空地协同、态势感知、士兵的士气、基层部队的主观能动性、人员的规模、是否能采取合理的战术等等。当然还要看俄军比乌军是否有优势。如果在最基本的层面都无法判断出哪一方有优势，那又如何断定谁能打赢呢？对于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而言，普京和泽连斯基都不敢确定最终的结果。第三，如果无法解开战场迷雾，那就看看双方领导人对谈判的态度。作为局外人，我们不大可能准确地了解到俄乌冲突前线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接下来俄乌双方谁更愿意谈判，谁不愿意谈判。更想谈判的一方可能在战场上出现了劣势，或者是不想打了。第四，从第三方的评价来看，俄罗斯军队的真实表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了解一下某些俄罗斯军事博主的观点，这些人可都是非常爱俄罗斯并支持俄军的。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美国的部分职业军人对俄乌两军的作战表现所做出的分析和评价，他们的分析也有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对俄乌战局的判断出现一些失误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基于情绪给出结论。
要尽可能的客观，要基于双方的实力、技战术水平、军队的战场表现等因素来推测战局的发展，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不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俄乌冲突仍然是一场消耗战，谁也别想通过1、2次进攻就将对手打服。俄罗斯军队做不到，乌克兰军队同样也没戏。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